如果此时此刻你的手里正攥着那个发光的长方形电子设备，屏幕上不断跳动着红红绿绿的数字，你的心跳随着那些曲线上下起伏，那么我建议你先把那个该死的东西放下，真的把它放下。我们要进行的是一场关于智慧的对话，而不是一场关于你是如何在肾上腺素的驱使下把退休金输光的检讨会。看看现在的这个世界，哪怕我已经活了快100岁，我依然觉得现在的疯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你们生活在一个资讯像洪水一样泛滥的时代，每天早上当你们睁开眼睛，无数个所谓的专家，无数个财经媒体，无数个试图兜售焦虑的网红，都在对着你的耳朵尖叫。昨天他们告诉你，人工智能是未来的救世主。今天他们告诉你，虚拟世界才是人类的归宿。明天他们又会告诉你，如果不买入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电子货币，你就注定会被时代的列车无情抛弃。你们像一群在悬崖边上受惊的驴鼠，生怕错过了什么，却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奔向何方。这简直是疯狂。你们把这叫做投资，而我把这叫做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参与的一场注定失败的赌博。如果你点开这个视频，是希望我查理芒格这个糟老头子告诉你明天哪只股票会涨停，或者哪个代码能让你下个月就买得起法拉利，那么请你现在就关掉，因为我不知道，而且我确信那些声称自己知道的人，如果不是在那儿自欺欺人，就是在公然撒谎。但是如果你真的厌倦了这种无休止的追逐，如果你在夜深人静时看着自己的账户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如果你渴望建立一套能够让你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安稳睡觉，并且在几十年后让你变得非常有钱的哲学，那么你就坐稳了。我要教你们的不是如何变得绝顶聪明，因为那太难了，大多数人做不到。我要教你们的是一件简单的多却有效的多的事，如何避免变得愚蠢。听起来很简单，不，相信我，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坚持不犯傻是人类最难掌握的高级智慧。今天我们就来解剖这具名为失败的尸体，看看我们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的财富搞砸的，以及我们该如何反击。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如果你想知道如何过上幸福的生活，首先要研究的是如何让生活变得悲惨。如果你想致富，首先要明白的是什么让你变穷。让我们先来谈谈那些在华尔街高楼大厦里穿着几千美元定制西装的所谓的精英们。我这一辈子都在和这群人打交道。我常常说，投资界有太多的人在做着只有拿着锤子的人才会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全世界所有的问题看起来都像钉子。这群人我称之为学术界的马戏团演员。他们是一群智商极高的人，这点我不否认，但他们把这种高智商用在了极其错误的地方。他们把投资这件本质上很简单的事情，硬生生地包装成了一门只有火箭科学家才能看懂的玄学。你看看他们发明的那些词汇，贝塔系数、夏普比率、标准差、斜方差，甚至还有更多我连念都不想念的希腊字母。他们把这些复杂的数学公式写进教科书，在这个视频平台上大肆宣扬，仿佛掌握了这些公式，你就掌握了财富的密码。请允许我直言不讳地说一句，这简直是天底下最荒谬的胡说八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原因很简单，叫做激励机制偏误。如果他们告诉你，
投资其实就是买入一家好公司的股份，然后死死拿住20年不动。那他们怎么赚你的钱？理财顾问怎么收咨询费？基金经理怎么收管理费？证券交易所怎么收交易税？为了让你不断地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交给他们，他们必须让你觉得你自己很蠢，他们必须让你相信投资是一门高深的物理学，有着精密的计算公式。但我告诉你们，经济学不是物理学，物理学的定律在宇宙任何角落都适用，重力不会因为你心情不好就消失。但经济学是一个生物系统，它是由几十亿个像你我这样有着贪婪、恐惧、嫉妒等各种情绪的人组成的。在这个系统里，没有任何公式能精准预测未来。这帮学术马戏团最恶劣的把戏，就是篡改了风险的定义。在他们的理论里，风险等于波动，也就是说，如果你买的一家公司的股票价格在1天之内上蹿下跳得很厉害，他们就判定这是高风险。如果一条价格曲线平滑的像心电图停止了一样，他们就说是低风险。这简直是精神错乱。什么是真正的风险？真正的风险从来不是价格的波动，真正的风险是资本的永久性损失。真正的风险是你辛辛苦苦为了养家糊口，为了给孩子上学，为了给自己养老而存下来的钱，因为你的愚蠢决策，因为你买入了你根本不了解的垃圾资产，或者在市场大跌时因为恐慌而低价卖出，导致这些钱像夏天烈日下的冰块一样彻底融化，再也回不来了。这才是风险。至于波动，对于一个真正的价值投资者来说，波动不是敌人，波动是上帝赐予的礼物。想象一下，你家门口有一家经营得非常好的汉堡店，生意兴隆，每年都赚很多钱。如果有一天这家店的老板因为喝醉了酒或者心情不好，跑到你面前大喊：嘿，我的店昨天值100万，今天我心情不好，50万卖给你。请问你会因为这个价格波动了50%而感到恐慌吗？你会觉得这家店变得高风险了吗？当然不会。你会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会砸锅卖铁把它买下来。只有那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才会把波动视为洪水猛兽。对于我们这些清楚企业价值的人来说，市场的躁郁症发作就是我们赚钱的最好时机。接下来说说华尔街兜售的另一贴万灵药，它的名字叫多元化。你们肯定听过那句被无数人奉为圭臬的谚语：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听起来很有道理，对吧？听起来非常符合那种老奶奶式的朴素智慧。但是在投资领域，如果你盲目地信奉这句话，那你就是在走向平庸的坟墓。那些理财顾问会给你展示一张花花绿绿的饼图，建议你的投资组合里要有科技股、医疗股、能源股、消费股。不仅如此，你还要买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甚至那些你连在地图上都指不出来的国家的股票。他们告诉你，只要你拥有了50只甚至100只不同的股票，你就安全了。因为东方不亮西方亮，我得告诉你们，这不叫分散风险，这叫胡乱分散，这叫对无知的公开坦白。这就好比你去挑选未来的伴侣，你想找一个能和你共度一生的人，难道你会因为不知道谁是最好的，就同时和50个人谈恋爱吗？你觉得自己能同时了解这50个人的性格、品德、家庭背景和生活习惯吗？你做不到。结局只能是你对谁都不了解，最后把生活搞得一团糟。股票也是一样。请问问你自己，如果你持有的那50只股票
你知道每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谁吗？你知道他们的品格是否正直吗？你读过他们过去10年的财务报表吗？你知道他们的核心竞争对手正在策划什么颠覆性的产品吗？如果你不知道，那你就是在赌博。你把你辛苦赚来的钱撒进了一个你完全无法掌控的黑洞里。对于那些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来说，多元化是疯狂的。我们伯克希尔哈撒韦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懂得多，而是因为我们懂得少。我们只关注那些我们真正能看懂的生意。当我们看准了一个机会，当所有的概率都站在我们这一边，当赔率高得离谱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像一只在河边潜伏了3个月的鳄鱼，看到那只肥硕的角马终于踏进了攻击范围，我们会用尽全身的力气，一口咬住，绝不松口。我们会下重注。这就是费马帕斯卡系统的逻辑。在机会极其稀缺的世界里，当且仅当胜率极高时，你必须敢于下重注。如果你把资金分散到50个平庸的公司里，你怎么可能指望获得超越市场的回报？你只是在收集市场上所有的垃圾，然后期望这些垃圾能奇迹般地变成黄金。你付出了昂贵的管理费和交易成本，最后得到的只能是一个甚至跑不赢通货膨胀的平庸成绩。你要学会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然后这才是最关键的，死死地盯着那个篮子。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查理，那我到底该怎么做？我要给你一个思维模型，这可能是我能给你们的最有价值的礼物。我要你们在脑海里想象一下，上帝只给你一张考勤卡，这张卡片上只有20个孔，这20个孔代表了你这一辈子，从现在开始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你总共只能做20次重大的投资决策。每一次你买入一家公司的股票，我就在这张卡片上打掉一个孔。一旦这20个孔打完了，你就再也不能进行任何投资了。在这个极其严苛的限制下，你的行为会发生什么变化？你会因为隔壁的邻居在烧烤派对上随口提了一个代码，你就去打一个孔吗？你会因为电视上的那个秃头分析师大喊大叫买入买入，你就去打一个孔吗？你会因为看了一篇网上的所谓内幕消息就去打一个孔吗？绝对不会。你会变得前所未有的谨慎，你会变得极度挑剔，你会像一个最严苛的法官一样去审视每一个潜在的投资对象。你会把那家公司的祖宗18代都查个底朝天。你会去研究它的产品是不是真的无可替代。你会去考察它的管理层是不是真的诚实可靠。你会去分析它的财务状况是不是真的坚如磐石。你会耐心等待，哪怕等上3年5年，直到那个完美的击球点出现，直到那家伟大的公司因为市场的愚蠢恐慌而跌到了一个荒谬的低价，你才会郑重其事地按下那个按钮，打掉这一生仅有的1/20的孔。如果你能以此种心态去投资，我敢向你保证，你的收益率会远远超过那些整天忙进忙出的基金经理。事实上，20个孔都太多了。对我来说，这一生只需要3张好牌就足够了。真的，只要3次。只要你在正确的时间买入了3家伟大的公司，比如早期的伯克希尔，或者早期的开斯克，或者其他类似的拥有强大护城河的企业，然后死死地拿住他们几十年，这就足以让你的一生，甚至你的子孙后代都享用不尽。这背后的逻辑是，卓越是极其稀缺的。在这个平庸的世界里，
真正伟大的公司就像皇冠上的钻石一样稀少。当你真的有幸遇到了这样一次机会，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大幅度的行动。别去管什么资产配置，别去管什么再平衡。当你手里攥着的是一张通往财富自由的头等舱船票时，你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坐得稳稳的，别让任何人的闲言碎语把你骗下车。一定要记住，巨大的财富从来不是靠频繁的买卖赚来的，而是靠等待赚来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3家值得托付终身的公司到底长什么样？我们去哪里找到它们？这就要引出2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护城河和能力圈。首先是能力圈，这个概念被很多人误解了。很多人以为能力圈是指你要懂很多高深的科技，不，完全不是。如果你是一个在药店工作了20年的药剂师，你对哪些药卖得好，哪些药企不仅有疗效，而且有良心，你的理解绝对比华尔街那些整天盯着电脑屏幕的分析师要深刻得多。这就是你的能力圈。如果你是一个开了30年餐厅的厨师，你对食品供应链、对顾客口味的变化、对餐饮巨头的竞争优势有着直觉般的判断，这就是你的能力圈。能力圈的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清楚地知道这个圈子的边界在哪里。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一个明明只懂做菜的人，非要去投资什么生物制药，或者一个明明只懂写代码的人，非要去预测石油期货的走势。如果你在玩一个你根本不懂的游戏，而你的对手在这个游戏里钻研了一辈子，那么输的一定是你，这没有任何悬念。在你的能力圈之内，我们要寻找一种稀有的特质，我把它称为护城河。这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术语，这更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是关于生存与进化的残酷真理。你看那些古老的城堡，周围为什么要挖一条深不见底，甚至养着鳄鱼的护城河？因为敌人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攻破它。在商业世界里，竞争是残酷的。如果你赚了钱，马上就会有一群像鲨鱼一样的竞争对手冲过来，试图抄袭你、击垮你、瓜分你的利润。一家没有护城河的公司，无论现在看起来多么辉煌，最终都难逃平庸甚至灭亡的命运。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护城河？看看那家卖黑色糖水的公司可口可乐，它卖的是糖水吗？从化学成分上说，是的，但从人类心理学上说，它卖的是一种条件反射。100多年来，这家公司投入了天文数字般的广告费，把这种红色的罐子和快乐、清爽、团聚这些美好的情感，深深地刻进了全世界几十亿人的大脑皮层里。这是一种巴甫洛夫式的心理学现象。哪怕今天晚上一场大火把可口可乐在全球所有的工厂都烧成了灰烬，哪怕它的卡车全部报废，只要可口可乐这4个字的品牌还在，只要这种心智占领还在，第二天早上，世界各地的银行家就会排着队给他送钱，让他重建帝国。这就是宽得惊人的护城河。再举个例子，开市客这家超市的护城河是什么？是他那个简陋的仓库吗？不，他的护城河是他对客户极致的忠诚。他把所有的利润都让利给消费者，把商品毛利压低到竞争对手看了都想哭的程度。他建立了一种基于信任的共享经济，这种信任就是最坚固的护城河。还有那个做电动车的中国公司比亚迪，那里的王传福，他简直就是爱迪生和杰克韦尔奇的结合体。他解决技术难题的能力就是那家公司的护城河。
我们投资他，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人的大脑是一个无法被复制的资产。我们要找的就是这种生意，它足够简单，简单到连一个傻瓜都能经营得好。因为你要知道，总有一天真的会有一个傻瓜去经营它。而如果这门生意的护城河足够深，它甚至经得起傻瓜的折腾。在投资里，无聊就是美德。别去追逐那些听起来很酷、很刺激，每年都要搞颠覆式创新的公司。如果一家公司每3年就要重塑一次自己，那说明它的根基根本不稳。我们要找的是那些10年、20年、30年后依然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并且做得越来越好的公司。假设你听懂了我前面说的一切，你避开了华尔街的噪音，你坚守了自己的能力圈，你甚至找到了一家拥有宽阔护城河的好公司，并且在便宜的价格买入了它。接下来，你会面临这一生中最艰难的挑战。这个挑战不是来自美联储的加息，不是来自通货膨胀，也不是来自什么地缘政治危机。这个挑战来自你自己。你必须明白，人类的大脑并不是为了在现代金融市场里做理性的资本配置而进化出来的。我们的大脑是在几万年前的非洲大草原上，为了躲避狮子、寻找浆果，在部落里争夺配偶而进化出来的。我们的大脑里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心理误判倾向，这些本能在原始社会能救你的命，但在股市里他们会要了你的命。让我告诉你几个最致命的心理毒药。第一种毒药叫做从众心理，这是人类最根深蒂固的本能。当你看到周围的人都在买入某种疯狂上涨的资产，比如几年前的郁金香，或者最近的某些虚拟币，你心里会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瘙痒。你会想，天哪，大家都进去了，如果我不进去，我是不是就是个被遗弃的傻瓜？这种对被孤立的恐惧会驱使你在价格最高、泡沫最大的时候关掉你的理性大脑，跟着人群冲进去接盘。而当市场崩盘，所有人都在恐慌抛售时，你又会因为不敢独自持有而跟着割肉。第二种毒药比贪婪更可怕，它的名字叫嫉妒。驱动这个世界的从来不是贪婪，而是嫉妒。你可以忍受自己变穷，但你绝对无法忍受那个比你蠢、比你懒的邻居突然变富了。想象一下，你做足了功课，买入了一家年化回报率15%的好公司，你本该感到非常满意。但是在一个家庭聚会上，你那个游手好闲的表弟开着一辆崭新的跑车来了。他吹嘘说，他上个月听了一个小道消息，买了一只妖股，1个月就赚了200%。就在那一瞬间，你的心态崩了，你的理智防线被彻底击穿。你会觉得，去他的价值投资，去他的慢慢变富，我也要赚快钱。于是你卖掉了手里的好公司，去追逐那些高风险的投机品。结果呢，你表弟可能只是运气好碰上了那一次，而你一旦入场，往往就是接最后一棒。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你的智商就是0。在这个游戏里，你不需要高达180的智商。如果你有160的智商，你最好把它卖掉30点给别人，因为你根本用不上。你需要的是一种情感上的稳定性，一种财务上的斯多葛主义。你需要能够看着别人的疯狂而无动于衷，你需要能够忍受长时间的寂寞，你需要能够在全天下人都说你是个傻瓜的时候，依然坚持自己的判断。如果你在投资中感到了兴奋，那你很可能是在赌博。
如果你在投资中感到了无聊，甚至有点痛苦的忍耐，那你可能走在正确的路上。好了，讲了这么多，最后我要传授给你们一套具体的操作心法。这套心法粗俗但极其有效，我把它叫做屁股神功。这可不是开玩笑，这也许是投资界最高深的武功。它的要义只有一句话：看准了，买进去，然后用你的屁股死死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要动。这听起来太简单了，以至于没人愿意相信。人们总觉得要想赚大钱就得勤奋，就是得每天盯着盘面，每天分析 K 线图，每天买进卖出。这是巨大的误区。在投资这个领域，勤奋往往是负资产。华尔街为什么鼓励你频繁交易？因为摩擦成本。每一次你买入卖出，你都要交手续费，交印花税，还要承担买卖价差。这些成本就像鞋底的沙子，在漫长的旅途中会磨烂你的脚。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这点连爱因斯坦都同意。但是复利有一个最重要的燃料，那就是时间。当你种下一颗橡树的种子，你不会每天把它拔出来看看根长得怎么样了，你需要让它安静地在泥土里生长，经历风吹雨打，经历春夏秋冬。只有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它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如果你每隔几个月就换一棵树种，或者给树搬一次家，你永远只能得到一堆枯萎的树苗。要练成这门屁股神功，你需要借助反向思维的力量，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如果你想帮助你的国家，不要问我怎么做才能帮到它，而要问我要怎么做才能最大限度地破坏它，然后避免做那些事。同理，如果你想在股市里赚钱，不要问我怎么才能抓到10倍股，而要问我怎么做才能确保自己亏得底裤都不剩。我可以告诉你怎么亏光。第一，去借钱炒股，加上高杠杆，这样只要一个小小的波动就能让你出局。第二，哪怕你完全不懂，也要去追逐那些最热门的概念。第三，看到股价跌了就恐慌卖出，看到涨了就兴奋买入。第四，频繁的换股，试图战胜市场。如果你能成功的避开以上这些愚蠢的行为，剩下的就是通往成功的坦途。这不是在教你如何变得聪明，这是在教你如何建立防御型的人生。在财务上，你要先学会防守存钱，拼命的存钱，把那些不必要的消费欲望砍掉。哪怕你赚的不多，只要你花的比赚的少，你就拥有了资本的种子。千万不要陷入消费债务的泥潭。信用卡的高利息是复利的反向应用，它会像吸血鬼一样吸干你的未来。如果你在这个泥潭里，哪怕你是天才也无济于事。等你有了闲钱，有了安全垫，再去寻找那几家伟大的公司，买入它们，然后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像奥德修斯一样无视海妖的歌声。朋友们，讲了这么多，我想告诉你们，这不仅仅是关于怎么赚钱，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观。在这个喧嚣、浮躁、充满欺骗的世界里，保持理性不仅仅是为了让你的银行账户变大，它更是一种道德责任。作为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你有责任让自己变得更有智慧，更有能力，更富有。只有这样，当你的家人需要你的时候，当这个社会需要你的时候，你才有能力挺身而出，而不是成为他人的负担。忘掉那些让你焦虑的新闻标题吧，忘掉那些承诺带你一夜暴富的骗子吧，忘掉那种时刻想要做点什么的冲动吧。回到你的书桌前，拿起一本经典的好书，或者打开一家伟大公司的年度报告，像个成年人一样去阅读，
去思考，去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这会是一条孤独的路。当别人在狂欢时，你在冷眼旁观；当别人在恐慌时，你在贪婪地捡拾筹码。你会显得很不合群，甚至有点怪异。但是，这也就是为什么只有少数人能掌握真理的原因。手里拿着铁锤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但我希望你们的手里拿着的是一张只有3个孔的卡片和一把名叫理性的手术刀。我是查理·芒格，我已经把通往财富和智慧的钥匙放在了你们手里。至于你们是选择打开那扇门，还是继续在泥潭里打滚，那是你们自己的事了。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再见。